大家好，我是文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前几天，我们帮闺蜜丽蓉卖了一些她不用的东西，也就是一些闲置物品。她很开心，说要用卖东西的钱，请我们去泡温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中国的洗浴中心。走吧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特意没有选周末，而是选了周一来泡汤。因为一般来说，周末人会特别多，而周一是工作日，来的人肯定会少一些，这样体验也会更好。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洗浴中心叫西山温泉，离丽蓉家很近，开车过去差不多20分钟就能到。可能没有来过北京的人会觉得奇怪，20分钟算近吗？在北京，这个距离真的算很近了。其实，丽蓉住的这片地方，我一直觉得很好。虽然不是市中心，但离山很近，空气相对市中心的要好一些，而且很少堵车，生活也非常方便。这2年，这附近新建了好几个商场和医院，吃饭、买东西、看病都很方便。在等红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阿姨在转呼啦圈，看起来非常有精神。在去温泉的路上，我们还聊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：啃老。啃老就是有些年轻人自己不努力工作，不自己挣钱，而是一直靠父母养着。这样的人，我们一般叫他们啃老族。我听说在北京，啃老族还不少呢。因为有些老北京人家里有好几套房子，只要把房子租出去，每个月就能有不少收入。这样一来，就算孩子不工作，也能靠父母生活。所以，有的父母就把孩子惯成了啃老族。有的人觉得每天工作那么辛苦，但是赚的钱又不多，还不如干脆不工作，躺平在家，让父母养着。在汉语里，啃老是一个贬义词，
也就是说，它本来是一个不太好的说法。但是有些啃老族并不这么觉得，他们会说，批评他们的人只是吃不到葡萄，说葡萄酸。如果来这里泡温泉，泡完以后出来，在出口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就可以免费停车。到了洗浴中心以后，服务员先教我们在网上买票，因为在网上买票可以用优惠券，价格会便宜一点。原价是299块，用了优惠券以后，价格是273块2毛2，价格包含了洗浴中心的门票和餐食。买好票以后，客人可以在这里待18个小时。在这18个小时里，可以免费的吃早餐和夜宵，再加上一顿午饭或者晚饭。整体来说，还是很划算的。这里的餐食是自助形式的，种类很多。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好好看看。买完票以后，我们去前台验票。服务员让我们在午餐和晚餐里选一个，因为午餐是中午12点开始的，而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而且我们刚在家里吃了面包，现在还不饿，所以就选了晚餐。晚餐下午5点开餐。验完票以后，服务员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手环。这个手环是粉红色的，上面写着储物柜的号码。进去以后，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对应号码的柜子里。我们3个人都在 A3 区，把手环戴在手腕上，扫二维码进去。男士入口在左边，女士入口在右边。里面的区域我们不能拍视频。一会儿换好衣服出来，再给大家拍。我们在里面冲了个澡，然后换好泳衣出来了。门口有一个自动贩卖机，里面卖水、饮料和零食。有一个客人问工作人员，这里能不能买喝的？工作人员很实在地说，马上就要开饭了，里面有很多免费的饮料，没必要在这里买。这里
可以借充电宝。不过严格来说，不是借，而是租。因为在汉语里，不用付钱的才叫借，要付钱的叫租。旁边还卖泳衣、泳帽、泳镜这些东西。如果你忘记带了，也可以在这里买。这里有一些储物柜，还有按摩椅。牌子上写着一句话：我在西山温泉很想你。这是一个非常网红的标语，很多旅游景点都有类似的牌子，比如在鼓楼就会写我在鼓楼很想你，在西安就会写我在西安很想你。旁边有抓娃娃机和扭蛋机，还有可以给游泳圈打气的机器，这样就不用自己用嘴去吹游泳圈了。右边是卖烤肠的，10块钱一根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打算一会儿泡完温泉出来再吃。这里还有雪糕和冰淇淋，雪糕5、6块钱一支，冰淇淋15块钱一盒。这个我不太敢吃，因为温泉是热的，冰淇淋是凉的，一冷一热，很容易拉肚子。这里有干净的浴巾，上面写着扫码免费领取浴巾，一个手牌限领1条。意思是说，每个人可以用手环扫2维码，免费借1条浴巾。这里是温泉水质的检测公示牌。继续往里走，就是温泉的入口。入口旁边有一个游泳池，这个池子水深1.5米，里面深1.6米。右边的牌子提醒大家，进入泳池要戴泳帽。左边的牌子是游泳培训的宣传，1对1私人教练，15节课3500块。私人教练我们一般说私教，1对2的私教，15节课4500块。1对1速成班，10节课2599块。现在泳池里的温度是33度，上面是游泳教练的介绍，他们都是专业的教练。室内温度还不到31度。这里有一片休息区，如果饿了或者渴了，可以在这里买一些吃的、喝的。如果客人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可以扫这个2维码投诉。上面写的吐槽，意思就是抱怨。
不爽，意思就是不满意、不舒服。不爽就来吐个槽，意思是如果你不满意，就可以投诉。扫，它指的是扫下面的二维码。您就是我们最强的产品经理。您的吐槽，我的良药，每条必看。意思是每一条客人发的投诉和建议，他们都会看。每声必应，意思是客人说的每一句话，他们都会有回应。每槽必改，意思是客人每一个不满意的地方，他们都会改进。这里可以做鱼疗，鱼会吃脚上的死皮。刚开始把脚放进去的时候，会觉得很痒，慢慢就习惯了。做完鱼疗以后，我们去泡了大概15分钟的温泉。泡温泉会出很多汗，所以泡完以后很容易口渴。如果渴了，可以用一次性的杯子接一点温水喝。这里还有室外温泉，我们决定出去挑战一下。一出来就觉得特别冷，赶快进水里。虽然出来的时候很冷，但是在水里的时候真的很舒服。泡完温泉，我们有点饿了，就在门口买了3根猪肉肠，一人1根，用手环记账。刚开始吃还可以，吃到后面有点腻。吃完以后，我们去洗头、洗澡。丽蓉想去搓澡，于是我和大碗先出来，去休息区等她。我们现在去 B1 北京躺养生空间。北京躺是一种躺着玩手机的姿势。我们穿的衣服是洗浴中心提供的，拖鞋是自己带的。刷手环进去，这里是存放拖鞋的地方。这些拖鞋都是洗浴中心提供的。我们的拖鞋是自己带的，所以要把它存到旁边的柜子里，以免别人不小心拿错了。点存入，然后扫脸。63号柜门打开了，我们把拖鞋放进去，然后一会儿取鞋的时候扫脸，这个柜子就会打开，很方便。在这里，每个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你不想穿这里的衣服，也可以自己带一套来换。旁边有一个吸烟室，经过这里会闻到很重的烟味。因为我有鼻炎，所以对烟味很敏感。这里有一些沙发，
可以坐着休息。往里走，还有睡觉的地方。这里很安静，没有人大声说话，但是能听到有人打呼噜。我们转了一圈，最后决定在门口找个地方睡会儿。丽蓉来的时候，建议我们去2楼看看。听说那里有一些可以玩游戏的地方，这里可以做中医理疗，比如艾灸、推拿、拔罐什么的。我们路过了一个火锅餐厅、游戏厅、官方直播间，很多扭蛋机和抓娃娃机。这是现在很流行的拍照方式。机器会把你的照片制作成报纸。这里有电脑，可以打游戏，但不是免费的。这里有台球桌，是免费的，但是要提前预约，因为现在是12月，所以室内有很多圣诞装饰。我感觉这个洗浴中心很适合带孩子来，或者公司来团建。里面特别大，有很多游戏可以玩。这里贴着一个温馨提示，为了文明有序的游戏体验，禁止家长带排队，意思就是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不能帮孩子排队。要玩游戏，得本人来排队。应该是孩子多的时候，出现过很多家人帮忙排队的情况，然后引起了纠纷。工作人员在教大碗玩射箭，大碗选择单人模式，狩猎，瞄准，打中了一只鹿，没有打中，又打中了一头熊。大碗说弓很重，拿久了以后，胳膊很酸，很难射中。之后我也试了一次，一个都没打中。这个游戏可以很好的锻炼胳膊。这里是抄经室，就是抄写佛教经文的地方。现在很流行，因为大城市的人压力都很大。抄经可以让人静下来，缓解焦虑，减轻压力。这是图书馆，里面有几个懒人沙发，可以在这里坐着看书。墙上挂着阅读公约，保持安静，爱惜书本，轻拿轻放，放回原处，不可拿出此区域。如果你想看书，就只能在这里看，不能把书带到别的地方去。这里有一些洞，也可以躺着休息。这个洞是空的，里面没有人。这边肯定也有吸烟室，因为
我一走进这个区域，眼睛就变得很痒。丽蓉说她也能感觉到，因为她说话开始有鼻音了。这边有一些小房间，这是火车，这里有帐篷，这是空气加湿器。我们觉得这个帐篷不错，所以打算在这个帐篷里待着。但是进去以后，发现里面有奇怪的气味，所以我们就马上出来了。这个洗浴中心的环境真的不如我们上次跟德国闺蜜去的那个好。那个不但很干净，而且空气也很清新。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榻榻米的房间，感觉还可以。丽蓉带了3片面膜，我们现在要敷面膜，补水。这个面膜的设计很特别，敷之前我们要先把上面的精华挤下来，让棉布在精华里浸泡一会儿，然后就可以敷了。丽蓉说，敷面膜的时间不能太久，差不多15到20分钟就够了。而且敷完面膜以后，要去把脸上没有被吸收的精华洗掉，要不然对皮肤不好。敷完面膜以后，我睡了差不多10分钟，然后起来聊了会儿天，就到晚饭时间了。我们在这里排队进去，进门的时候要扫一下手环上的2维码。现在是4点55，还没到5点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等几分钟。我们的座位号是 B 区227，就餐时长是90分钟以内，意思就是我们在里面吃饭的时间不能超过90分钟。这里写着手牌已计入100元，防浪费押金。每桌浪费超过200克，押金不退。这是为了防止大家浪费，因为有的人经常会拿很多，然后呢又不吃，这样太浪费了。第二点是，如有浪费，将会拍照，押金不退。结账时会有浪费照片，如果有浪费，服务员会把照片拍下来，然后要扣掉100块的押金。第三点，如您取餐，餐桌无人时，请跟服务员说一声，避免把桌子提前清理，因为是自助形式的。如果你去取餐了，桌子那儿没有留人，需要跟服务员说一下你是去取餐了，而不是已经吃完走了。这样服务员就不会把桌子上剩下的食物收走。最后，这里写着饮料及食物
禁止外带，如饮料外带5元每瓶。意思就是自助的、吃的、喝的都不能带走。如果吃完饭以后把饮料带出去，每瓶饮料要交5块钱。这是餐厅的一些规定。到5点了，大家都在往里面走。丽蓉跟大碗去找座位，我带大家去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。这是关东煮，有海带、魔芋丝、萝卜什么的。这里有一些丸子，这是养生粥，里面应该有红豆和一些杂粮。这是滋补牛鞭汤，有人想尝尝吗？反正我是接受不了。这是木瓜莲子汤，对皮肤很好。这是酸菜白肉炖排骨，旁边应该是牛肉。这里有小龙虾，蒜蓉口味的，对面有麻辣口味的。这个叫海盗虾炒饭。为什么叫海盗？我也不懂。这是新派手抓饭，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炒饭。这是羊腿肉，旁边有一些酱料。这里有老北京炙子烤肉，还没开始烤。这里的配菜有糖蒜、萝卜干，主食有麻酱烧饼。旁边有北京烤鸭，师傅还在片鸭子，把烤鸭切成一片一片的。我们也可以说片烤鸭。师傅在摆盘，放2张饼，上面铺一些烤鸭，然后再挤一些酱。最后我自己加了一点黄瓜，黄瓜可以解腻。其实还可以加一点葱，但是我不喜欢葱的味道，所以有黄瓜就够了。这里有大虾天妇罗和烤的菠萝，旁边有老北京卤煮火烧。卤煮就是一些用猪的内脏和一些香料熬出来的汤汁。火烧是一种面饼，卤煮火烧就是把汤汁浇在这种面饼上，最后淋上蒜泥、香菜、辣椒油等调料一起吃。这里有一些小吃，薯条、韩式炸鸡、洋葱圈、小酥肉什么的。这里有猪肉白菜锅贴，我觉得锅贴和煎饺差不多。煎饺是先把饺子蒸熟，然后再煎一下，而锅贴不会先蒸一下，而是直接煎。旁边还有拇指生煎包和酱肉烧饼。拇指
是我们的一个手指头，生煎包是一种煎过的包子。拇指生煎包就是跟我们的拇指差不多大的包子，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，这个包子很小。这里有一些小蛋糕，这里有一些糖果，这里有生蚝。中国人非常喜欢吃生蚝，至于为什么喜欢，我也不清楚。因为我对生蚝过敏，所以我从来没吃过。这里有麻辣烫，这一锅是辣汤，这一锅是不辣的。想吃什么菜，可以自己从这里选。这里有鲍鱼捞饭，为了避免让后面排队的人等太久，他们规定每人每次只能领2份。这里可以点面，这些是面的酱和配菜。这里有冰淇淋，牛奶味的、香草味的、芒果、草莓、巧克力和抹茶味的。这边呢有一些酱菜，这是熏鸡，这是酱肘子，这是蒜肠，这是松仁小肚。旁边有很多水果，看起来很新鲜，有火龙果、砂糖橘、西瓜、葡萄、哈密瓜、人参果、百香果、蜜瓜和橙子。这里有沙拉。我先去找找丽蓉和大碗，把刚才拿的烤鸭端过去，给他俩尝尝。他们俩已经拿了很多吃的了，有鲍鱼捞饭、白灼虾，我刚才拿的烤鸭、羊肉、小龙虾、莲藕、芥蓝和蛤蜊。这边丽蓉拿的是什么？我没尝，也忘记问她了。带大家去看看都有些什么喝的。有乳酸菌饮料、果汁、可乐、运动饮料、茶、AD 钙奶。我小时候也经常喝这个，是一种甜的牛奶饮料。这是水果沙拉，这里在排队拿三文鱼，这里也有三文鱼刺身，我也排队领一份吧。这是素鲍鱼刺身，为什么说是素的呢？因为它不是真的鲍鱼，而是用别的食材做成了鲍鱼的口感。这是南极磷虾，这是海藻，这是泡椒鱼皮。接2碟酱油，1碟加芥末，1碟不加芥末。这里的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怪不得周一都有这么多人来。我们吃的很满意。吃完饭以后，
我们去把衣服换好，然后去出口结账。这个机器可以自助结账。除了门票，我们一共消费229块，包括3根烤肠和丽蓉的搓澡。我用支付宝扫码付钱，便宜了3分钱。付完钱以后，他给我们打印了3张出门条，我们要刷上面的二维码才能出去。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洗浴中心的优点和缺点。先说缺点吧。第一，里面太大了，我们在里面的时候，经常感觉有点晕头转向的，不知道哪里是哪里，很混乱。而且休息区有吸烟室，所以空气不是很清新，甚至觉得辣眼睛。第二，丽蓉说她去搓澡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告诉她搓澡的价格是129块，但是当她躺下的时候，搓澡的阿姨竟然告诉她是199块，因为还包含了牛奶和水果护肤。但是这不是丽蓉自己选的，她只想搓个背。虽然她感觉自己被骗了，但是碍于面子，还是没有拒绝。最后，本来是消费129的项目，变成了199。我觉得这一点很过分，有点强买强卖的感觉。强买强卖就是强迫你买。第三，可以体验的项目太多了，对我来说是缺点。因为我来这里只想安安静静、舒舒服服的睡一觉。但是可能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，这里是遛娃的好去处，或者公司团建，这里的项目也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。再说一下优点，这里没有裸泡区。如果你跟家人或者朋友来，有男有女，因为在公共区域可以穿泳衣。这里的餐食非常好，品种丰富，而且味道很好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里的门票更贵。上次跟德国闺蜜去的那个没有自助餐，所以是128一个人。这里要299一个人，贵了170多块。下次我们打算带丽蓉去体验一下上次跟德国闺蜜去的那个洗浴中心，看看她更喜欢哪一个。你觉得这个洗浴中心怎么样呢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不想体验一下呢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